进入6月，中美官方互动升温的势头持续。继美财政部高官会见中国驻美大使谢锋后，美国务院又宣布，助理国务卿康达与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主任贝兰于4号起访问北京，与中方讨论双边关系的关键问题。 美国国务院官网当地时间3号发布声明称，负责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外交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克里滕布林克（中文名康达）将于4号起与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主任贝兰一同访问中国。上个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了坦诚、深入、实质性和建设性的长时间会晤。康达与贝兰两人均参加了这次会晤。 美国务院的声明还称，此访将就双边关系中的关键问题进行讨论。这次的这个来访呢，应当是延续上一次高层会谈的这个精神吧。重点呢，我觉得是把那个元首精神，如何切实的落到实处，不要让一些这个意外事件呢，把这个干扰这个。 中美关系这种正常的回归正常的这种渠道的这种努力。自5月以来，中美高层互动明显增加。除了王毅会见沙利文外，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秦刚还会见了美驻华大使伯恩斯。此外，据《金融时报》等多家外媒披露，美国中情局局长威廉·伯恩斯也曾于5月秘密访问北京。 进入6月，中美互动势头持续。当地时间2号，美国财政部发表声明称，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杰伊·香博当天会见了中国新任驻美大使谢锋，双方就保持世界2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开放沟通进行了讨论。声明形容此次会谈是坦诚的、建设性的，并且是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负责任的管理双边关系的持续努力的一部分。 外界注意到，在中美高层接触中，经贸问题成为重点之一。5月25号至26号，商务部长王文涛在美国出席 APEC 部长会议期间，先后同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贸易代表戴奇举行会谈。这也是两国商务部长在拜登总统任内首次举行会谈，也是两国部长级官员在拜登任内首次在华盛顿会晤，被美媒视为一定程度上象征着中美高层交往的解冻。 根据中国商务部网站1号发布的消息，两次会谈主要内容涉及中美经贸关系和共同关心的经贸问题，其中包括美对华经贸政策、半导体政策、出口管制、对外投资审查、经贸领域涉台问题、印太经济框架、301关税等。会谈中，中方向美方提出重要关切。 路透社的分析指出，拜登政府近期频频吹风，表达出多名政府官员访华的强烈意愿，显示出华盛顿确实在寻求加强对华沟通。观察指出，拜登近日刚刚放下了一块内政的大石头。6月1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了提高债务上限、削减部分开支的法案。拜登于3号正式签署该法案，也避免了成为史上首位在其任内出现债务违约的美国总统。随着美债危机暂告解除，拜登将有更大精力处理外交问题，尤其是中美关系。不过，也有分析认为，虽然拜登政府不乐见中美关系出现大的波折，以免影响2024年大选选情，但在当前美国两党恶斗的大背景下，拜登政府在对华政策方面也不太可能大幅转向。 事实上，美国近期以去风险为名推动产供链去中国化，目的还是拉拢盟友，打造排除中国的平行体系。美国推销所谓去风险概念，主要包括：一是限制中国在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领域的能力，例如芯片；二是限制中国在关键原材料及其加工上的地位，例如稀有金属；三是限制中国市场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新华社3号发表“去风险才是最大风险”的文章指出，美国口头上以所谓去风险替代脱钩论，行动却继续拼凑着去中国化的遏制拼图。这种以去风险之名分裂世界的做法，给深度交融的全球经济带来巨大风险。文章认为，与中国经济脱钩或去风险的代价，实际上远远超过某些国家的预期和承受能力。更重要的是，在绝大多数国家看来，中国根本就不是什么风险，而是机遇。 近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访问中国，明确表示反对脱钩断链，愿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几乎同时，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戴蒙、星巴克首席执行官纳拉星汉相继来华。稍早，还有通用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博拉到访上海，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现身北京三里屯。美国在这个高科技领域对中国的打压呢，始终没有放松。
但是呢，特别是近期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美国科技界和行业界的一些这个大咖呢，表达了商界上不愿意对华脱钩的这种一个现实。所以呢，我就说，等于是如果美国这个政界能够认识到这一现实的话，那么对中美关系是有一定的，也是一定层面的正面意义的。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冰。陈先生您好。中美两国防长在新加坡相会上唇枪舌剑，但美国国务院和国安会高官却赶赴北京访问。您怎么看这种态势呢？中美防长在新加坡相会唇枪舌剑，中方呢也拒绝了美国提出的两国防长会晤的请求。但是我们能看到，两国防长呢还是在同桌就餐、同框出镜，并且握手致意。这意味着呢，中美关系还是有转换的余地。最重要的一点是，两国防长在针锋相对中呢，还是碰出了一些共识。中国防长李尚福说呀，如果中美发生激烈冲突和对抗，那将是世界的不可承受之痛。美国防长奥斯汀回应台海问题时说，台海一旦爆发冲突，将是毁灭性的，并再次发出恢复实体会晤的请求。这说明啊，中美呢都有恢复关系的意愿，美国呢可能更加迫切一些。于是呢，就出现了美国国务院和国安会高官跑步访华的现象，讨论双边关系的关键问题。这关键问题是什么呢？我的判断是台湾问题。中美两军停止高层交流，中美关系进入冷冻状态，都是因为呢，美国在一台制华上走得太远了，危害到了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而中方呢，一再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许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预。如果有人胆敢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军队呢会不惜一切代价打到底，不畏惧任何对手。从去年中国防长在相会的表态，到今年中国防长在相会的论述，都让美国知道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呢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因此呢，美国国务院和白宫国安会的高官呢便联袂到北京访问了，估计呢就是美国的对台政策与中国加以商量，以避免误判。美国负责这个外交和安全的官员到北京访问，如果能拿出缓解台海紧张的具体方案，中美关系呢就有可能缓和，这个中美高层往来和交流呢就有可能恢复。如果仍像过去一样光说不练，那么中美关系呢也不会解冻。那么今后我们观察中美关系是否转换的一个重要看点，就是呢看中美两军高层交流能否恢复。中美多层次交流最近似乎活跃起来了。美国知名企业家云集中国访问，而中国商务部长、驻美大使都与美国政府官员进行会晤。中美关系会不会先从经济上破局呢？那么从特朗普的对华加征关税，到拜登的对华脱钩断链、打台湾牌、限制对华芯片和技术出口，那么现在呢，美国的战略重点已经转移到了亚太区域了，要遏制中国的进一步发展。西方一些经济学家呢有一个大致的判断，2027年和2028年是中美两国经济是否发生地位变化的关键年份。要是中国超越了美国，那么美国的霸权地位呢就要滑落了，世界格局呢就会发生重大变化。但是拜登政府呢在经济上与中国的脱钩断链，现在呢也遇到了很大的问题。欧洲呢不太愿意跟进，其他地区的国家不想选边站。于是呢，这个美国呢就抛出了略显温和的去风险，但是呢，这仍是去中国化，把中国呢当做了风险。而重要的一点是，这种用泛安全化、泛政治化的经济策略呢，已经伤及到了美国经济和美国企业。刚刚惊险过关的美国债务违约危机，也让世界看到美国经济的风险所在。美元的地位和信誉受到了质疑，去美元化呢，成为很多国家避险的策略。可以这样说，美国对中国进行经贸和科技打压，但是自家呢却着火了，怎么办呢？那就和中国加强交流，看能否尽快的灭火。最近中美间的经济交流开始解冻，就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但是我个人呢，对经济交流能否融化中美关系僵局，仍然持保留态度。因为美国对华遏制战略中最狠的一招，就是通过对芯片技术、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前沿技术的限制，来降低中国经济的整体能力，努力维护美国在经济和科技上的霸权。不过呢，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形成的巨大优势，你比如说基础设施、市场规模、人才储备和产业集群等等，对全球商业呢形成了磁场效应。你美国实现，但是其他的国家及企业呀，仍然会大步的走向中国，就会对冲美国打压中国的这个霸权战略。这个市场力量呢，也许会突破美国的政治路障和战略壕沟。这个美国的这个对华去风险呢，有可能逐渐的变成对美国的去风险。好的，谢谢陈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